我们的一生都在寻找，或者追梦，或者寻爱。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段旅程。好的电影便是这人生的象征。在巴西的中央车站，人群熙攘，像是我们人间的任何一个角落。一个待人写信者多拉，面无表情，面对每天不同的人的诉说，从这些人的嘴里说出了人间的亲情、爱情、欢乐、伤痛、欢笑和泪水。多拉对于这些伤痛是漠视的，收钱之后，这些信便被他丢进了垃圾桶，而那些梦和爱的信息便永远无法飞抵彼岸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母亲带着一个男孩出现了。这个男孩就是我们的主人公约书亚，他的梦想便是写信给远在天涯的父亲，让这个素未谋面的虚幻的父亲回到自己的身边。多拉像从前一样收下了他们的钱，而将母子俩的信丢在了一边。在美国的街道上，一个女人去接自己自杀未遂的弟弟，将他从医院接回到自己家里。从她的举止我们不难发现，她的生活已经一团糟。她的丈夫，一个失败的成功学讲师，面对台下稀稀拉拉的听众，感受着人生的绝望。女人的儿子以沉默对父母进行抗议，直至可以考飞行员为止。他对世界充满了仇恨，包括这个绝望的家庭。而女人的岳父则是个风流汉瘾君子，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家伙。在这个灰暗的地狱般的家里，在一个被所有家庭成员忽略的角落，唯一还抱着无限希望的是他的女儿奥利弗。奥利弗的梦想是要做美国小姐，从她那胖乎乎的圆脸和圆圆的可爱的肚腩，我们便知道这梦想离她有多远。但在人间，有谁能预知未来呢？有谁不是在追寻内心的光而奋勇向前呢？约书亚的梦想因为母亲车祸死亡而变得无比渺茫。入围了阳光小美女选美的奥利弗也因家中经济困难而身处困境。当家人们认为这趟旅程将无疾而终时，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临了。成功学的父亲问女儿：你能赢得比赛吗？奥利弗略一迟疑后的坚定决定了一家人的命运。在遥远的巴西中央车站，失去母亲身处绝境的约书亚始终没有放弃，他紧紧跟着那个冷血无情的老女人不放，要求她把信务必寄给远方的父亲。奥利弗一家最终启程，沉默的哥哥也在最后一刻同意一起上路。在母亲答应了他考飞行员的要求后，在巴西，小约书亚的旅程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他被多拉卖掉，换了台电视。在闺蜜的指责下，多拉终于良心发现，舍命救出了男孩。二人踏上了一段逃亡之旅。最终，在这漫无目的的逃亡中，多拉与约书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他决定帮助男孩去寻找他的父亲。中央车站和阳光小美女都是寻找和发现的故事，遵循着公路电影的叙事模式。主人公以寻找一个具体的目标而开启一段旅程，经过一系列的磨难，最终找到了另一种更为宝贵的东西。中央车站由沃尔特·塞勒斯导演，该片以其真挚的情感、动人的故事，获得了包括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多项提名，并最终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阳光小美女则获得了包括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多项大奖。好的电影之所以感人，在于其揭示了人们强颜欢笑、故作镇定和假装成功之下掩饰的难言之痛，同时也呈现了人物在故事旅程中发生的巨大转变。在阳光小美女的开始，一个死气沉沉、几近崩溃的家庭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家人互相厌恶，皆因无法示人的内心之痛。小小的奥利弗面对的是一个让人感伤的局面。父亲已经破产，但强撑着，维护着自己的成功之学。在他眼里，世界上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，
一切以成败而论，没有其他。舅舅因为同性恋人的背弃而自杀，对人生己无可恋。奥利弗的哥哥憎恨一切，执着于成为一个飞行员，而他的爷爷沉迷毒品，醉生梦死。奥利弗的母亲正努力不让自己崩溃，保持着正常人的模样，却处于疯狂的边缘。只有奥利弗目光纯净，憧憬着属于自己的美好。中央车站中的约书亚对父亲是疏远的，对于父亲是否爱自己有着深深的怀疑，甚至对于母亲表现出的对那个天边男人的依恋都无法理解。而影片开始时的多拉则尖酸刻薄，非常冷血，戴着厚厚的面具。所有这些故事中的人物，在他们踏上寻找之旅前，没有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内心，或者说他们有意掩饰着内心之痛，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，小心翼翼保护着内心最深处的伤口，免得被人戳破。这两个孩子以及他们亲人踏入的寻找之路注定不会平坦。具有象征意义的破旧不堪、几乎失控的小黄车是奥利弗一家真实的写照，这是一种象征。在路上，有的人死去了，令所有的人意外。他死后发生的一切更是让人啼笑皆非。他的难言之痛是他一生的失败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。但在这从生到死的旅途中，他给了奥利弗最重要的支持，他人性中的光芒在死亡前的一刻闪现。奥利弗的哥哥一路从沉默到心怀梦想，然后彻底崩溃，并最终从一家人的生死亲情中感受到了希望，最终放下执念，与家人与自己彻底和解。而奥利弗的舅舅在与薄情人邂逅之后，也变得更加坚强，从自我封闭的世界中走出来，看到了他人，看到了爱的力量。那个满嘴成功学的爸爸也在关键时刻行动起来，为了女儿不丧失这次机会，他第一次下跪。在女儿在台上被众人嘲笑的时刻，他勇敢地跳上舞台，以实际行动显示了一个父亲的伟大。而可怜的奥利弗的妈妈，在看到自己的亲人终于走出了人生泥潭之时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终于，家的温情和爱的力量让所有的人用实际行动支持奥利弗。这是全篇的泪奔时刻。人生就像剥洋葱，在层层包裹之下，是我们内心最脆弱的所在。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？是抛妻弃子远赴他乡的奋斗吗？是所谓的成功吗？人生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吗？这两部电影很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。好的电影总能让你感受到爱与尊严，并且笑着落泪。多拉在这场旅程中剥去了冷酷的面具，体会到了真情，付出了爱，并且最终在内心与天堂的父亲达成了和解。约书亚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哥哥，通过消失的父亲留下的信，知道了父亲仍然爱着自己时，他那内心的伤口终于愈合，那难言之痛化作了满脸的泪水。而奥利弗一家也都在这场治愈之旅中面对真实的自己，走出了各自的阴霾，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和爱的强大。那辆小小的黄车依旧艰难地上路，但可以相信，这条路上即使再多艰难，也会充满爱意，充满笑声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普光说影与您分享好的电影，好的故事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